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嘛，一到晚上躺在床上就睡不着，这种情况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普遍。很多朋友躺在床上是这个大脑袋里面混混乱乱的，像看电影似的这个想着昨天，想着今天，担心明天很焦虑。还有很多朋友这个地方燥，在床上无论什么姿势他都感觉睡不舒服，睡不踏实。这个是什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现象，而且时间还不短。有的朋友2年、3年、5年、10年的都大有人在。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白天浑浑噩噩的。有的朋友这个地方的记忆力下降，一出门以后就想着家里面的电关没关灯关没关气关没关有的朋友一和朋友说话，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卡壳了，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非常常见的，它和我们的睡眠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来教你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是一个组合拳，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帮助了很多的家人朋友们。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一些粉丝朋友们，收到了很多的感谢信。这套方法今天我通过视频向大家去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你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先把这个方法收藏下来，同时呢感觉有用的，咱们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话也不多说了，直接来讲方法首先，这个方法是一套组合拳，第一个和第二个它是粘合在一起做的，非常的有关联，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先讲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学会静为什么我们会睡不着呢？有句话都听过叫做心神不宁。心燥了，小火苗往上烧，烧着大脑当中的神，你就会不宁。所以呢，我们要静下来。静下来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唯独道家的静法是独一无二的。我今天教大家一个静功，怎么去做？非常简单，叫做子午诀。用你的大拇指捏住无名指的根，然后在我们胸口这个肚脐两侧把它做好。大家看好，再看一遍，大拇指捏住无名指的根，然后握拳。这是不是和我们常见的握步的姿势一样？就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就这样放好就行了。放好以后，你就什么都不用管。放好了以后，你就开始怎么样？吸气，轻轻的吸一口气，缓缓的吐气，自己感受。把这个姿势一做好，就自己感受一下。再吸一口气。我们一般是吸3下，2下，第3下的时候把手张开，什么都不用做，放在我们的腿上或者把手悬空都可以。吸气，吐气。我们要看差异，什么叫差异？你会发现子午诀这么一捏，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握固这么一捏，捏好了以后，你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这么一放，你会发现这个气进的深了，进的怎么样？更柔顺了，一下能到底了，同时吐出来的时候感觉更绵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通过气息让你的这个位置从刚开始的咚咚咚变慢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个动作捏好子午诀我们很多朋友做握固的时候都不在意细节其实你看动作外观是一样，其实里面就像饺子一样，馅不一样，放在两侧，然后你去通过呼吸慢慢的去调节，一会儿这个位置就看由刚开始的快变慢，变慢了以后呢，我们的肚子开始起伏肚子开始起伏，变成了腹式呼吸。脑袋当中的一些杂念慢慢的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叫做静法。那么我们的静法你一定要记住不用刻意去练习呼吸，别手一捏在这儿腹式呼吸，不要这样做，手捏住，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晚上往床上一躺的时候就这么一放，肚脐两侧往床上一躺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其他的交给我们的身体，它自己会调节。有了这个静法以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外在的物品去加持，是一种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和这个动作，它两者相结合，就能让你进入到一个静的状态。一到静的状态以后，你这个位置里面的杂念就没有了。小火苗，新宝宝上面的小火苗下来了，烧不着神了。人一静下来，那我们讲3个阶段。从清醒阶段到过渡阶段，你静下来了以后，你这晚上7、8个小时会安安稳稳。那么我们外物的加持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闻香疗法闻香，闻着这个香味，它能够怎么样？芳香开到我们的脑窍然后呢，把我们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它赶走，好的东西给它分泌出来，然后我们就更容易进入到这7、8个小时。大家记住一句话，叫做闻香而静，闻心而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假设你设身处地在一个花海当中，你闻着这个味道，
你不管再烦躁，你闻着这个香味，人就静下来。而你如果在瞌睡的时候，比如开车犯困的时候，你闻着这个辛辣刺激的味道，你一闻，哎，整个人就一下子惊起来了。这就叫做闻香而静，闻心而惊。其实香味它比我们很多人吃的这个小片片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直接通过我们的鼻子就能到达这儿。而且呢，它能改变我们里面的一个什么的分泌。那么今天呢，我把这个闻香的一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咱们每个人都能自己准备什么呢？夜交藤、合欢花、檀香、薰衣草，咱们就准备这4样，1比1的把它混合在一起。记得把这些东西打成沫，然后把它装在一个香囊当中。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把它挂在我们的床头、枕头下方。在屋子里面高点挂一个，就这么把这个布局摆好，用这个姿势配合在一起。很多朋友说，老师你讲的这个香味的方法，我自己以前也用过，但是我自己去调配，我怕麻烦，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配。没有关系，你可以和我一样，选择别人已经做好的成品。我把我自己用的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里面自己用的香囊，曾经分享给很多的粉丝，也帮助了很多的人晚上睡得更踏实。这个香囊我在家里面，像我孩子的房间，我家里面我姥姥的房间我们自己的房间都配备了，一个房间放上3、4个。这个香囊我自己用了已经有4个多月了，现在贴着鼻子去闻，依然能闻到淡淡的清香。这个香囊怎么去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就把它放在枕头下方放一个，然后你在房间里面的高点，比如柜子上方放一个，然后你的床头上方放一个，3到4个或者3到5个都可以。这个香囊你闻着这个香味以后你会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心静下来了。即便我们手上这个子午诀不捏，你也会发现在这个香味的环境当中它能让你静下来。而且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古人把这个方法分享出来以后，它一直流传下来，特别是在南方香港那边，他们用这个方法用的就比较的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味道它能让你人静下来，同时你在晚上这7、8个小时过程当中，你要知道睡觉它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它能让你的充电速度更快。像我原来没用香囊的时候，我自己晚上要睡到这个8个小时，有的时候要睡到9个小时，我自己才能感觉这一天精力够用。我用了香囊以后，我现在每天睡上7个小时，有的时候就睡6个半小时，我这一天都感觉不带打盹的。所以这个香囊你给孩子去用，给咱们自己去用或者给父母去用都可以都能去用。这个香囊我现在放在我的下方橱窗当中，你把它和我们今天教的这个子午诀混合在一起去用，你会发现不一样。有了这一套方法以后真的是屡试不爽。只要方法选对了，你会发现晚上这7、8个小时不再难熬了，反而会变得很享受。好了，咱们今天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记得，如果说这个方法对你有帮助，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夫妻生活不如意，时间短，质量差，每次1到2分钟的时间就草草了事，那么今天这个视频能够帮助你的时长有一个质的飞跃。只要你能够坚持练习，你就能自由的控制自己时长的长短为什么说这个动作这一套动作这么神奇呢？其实我给大家把原理说清楚，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很多人在进行运动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前端特别的敏感就是不断是进去的时候还是出来的时候，他总是感觉特别的敏感，就是因为太过于敏感了，所以才导致时间过短。那么怎么降低它的一个敏感度呢？这里是一个核心的关键。咱们首先要了解一点就是我们前端产生的这种敏感的信号，是通过我们的中枢神经直接给到我们的大脑的。那么中枢神经这个通道它是有限的，它并不是说无限的。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所接受的信号它是有限的。我们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建立起这种运动的节奏。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我单纯的掐一下我的手臂，我会感觉我的这个手臂非常的疼。那么如果我同时在我的左边手臂掐一下，右边手臂同时也掐一下，两边同时掐，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做，你会发现左边的手臂没有这么疼了。
为什么呢？因为两边同时产生的疼痛信号会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中枢神经当中，那么此时呢，我们的神经信号就会发生挤兑，那么产生出来的这种疼痛感呢，就互相抵消了啊。那么在我们的运动当中，夫妻生活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利用这一点啊。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的肌肉，增加到一个运动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前端的这个信号的一个敏感度。如果说你想增强，你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前端，那么它就可以增强。如果你想让它的信号敏感度减少，那么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身上的肌肉注意它的发力，就能够减少前端的敏感度。这个原理，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应该明白。那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应该使用哪些肌肉参与到其中呢？首先，一个好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姿势它可以说既可以让我们省力，又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参与。所以呢，这个姿势非常重要。一会儿我们在实践当中来讲。我们首先要注意参与的肌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腹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臀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大腿啊。这三个部位参与，它带动着我们的骨盆不断的去做后倾。那么在做后倾的时候呢，又能给予我们向前的一个冲刺的力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肌肉参与进来，就会减少我们前端的这个敏感的信号。所以大家只要把姿势做对了，自然而然你的时间的跨度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啊。大家在实战当中可以自行去体验。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呼吸这个环节有很多人都忽视了，很多人都是什么呢？是动作配合呼吸，就是他在做动作，然后呢，他的呼吸是配合他的动作的根本没有去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我们应该是什么呢？用呼吸去调节我们动作的频率。大家看，我们这种夫妻生活，它也是一种运动，它本质就是运动。那么我们在竞技运动也好，在这个长跑短跑，包括我们做拳击，它都是需要我们呼吸去调节的。所以呼吸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个动作，这一套动作呢，我希望大家跟着一起去练，里面会把所有的要素都加在一起。那么大家跟着练了以后呢，就能够实现你的一个时间长短的一个自由性。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一套动作教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完学会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和转发身边有需要帮忙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动作。首先咱们要练的第一个动作叫做顶胯，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是由3块肌肉完成的首先是我们的下腹、臀部以及我们的腿部要有一个内夹绷紧内夹绷紧。你看你看，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1、2、3、4、5整个过程当中你要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3块肌肉在同时的发力。大家可以自己站起来来感受一下你的骨盆的运动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靠着你的肌肉去完成的，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这种夫妻运动的时候那种靠蛮力它是有一种技巧。那么这种技巧呢，是既省力又能够很好的降低了我们前端的一个敏感程度。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一定要经常去练就是去练顶胯把这个动作给练好，你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和腿部的肌肉完美的结合起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配合呼吸。这个运动当中的呼吸是怎么配合呢？我们讲你在往前送的时候要去吐气大家看要去吐气。那么这个吐气，有人说我的频次特别的快，你这个呼吸我根本就完全做不了，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大家看如果说是打拳的时候，它的出拳速度是对吧？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原理也是一样，你运动的时候，你吸一口气的时候，你看吐气，如果你快速的话
它的速度会根据你的这个呼吸去变化。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去吐气的时候，你就要去往前去顶，把它养成一种潜意识。包括你日后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也要去有着这种吐气发力的这种概念这种方式是在我们的广泛的运动当中都适用的。你只要能找到这种吐气运动的概念，那么你会马上在整个实战的过程当中，你的时间跨度就能得到很好的延长。而且呢，你要去学会用呼吸去调节动作。比如说我的呼吸急促了，你的动作要跟得上；你的呼吸变慢了，动作也要能跟得上。自己用呼吸去支配你的动作，而不是用动作去支配你的呼吸。把这个概念你理解了，那么你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程度已经基本上就完成了。今天这个动作的理论包括实战，咱们讲的内容有点多，也是希望每个人是既能明白其中的原理，又能在实战当中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你只有明白了原理，你才能在这个原理之上做更多的创新。以前这个课程呢，咱们都是在私密的课程当中去讲解，今天呢，我也是把它第一次分享在大众的一个视野当中，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动作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曾经我发过一个内容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回春回阳的很多朋友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个视频发出来，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如果呢你感觉今天的这个视频有用，请不要吝啬手中的赞，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点上一个赞，把这个视频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你对我最好的支持。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因为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